我觉得神比较 care 的啦，不是只是我很会唱歌或者很会写歌，我觉得他一直在教唆我的就是我的品格，就是我要坚持。就是如果我品格不好，其实我觉得作为艺术家也坚持的不太久啦，因为我半途就会放弃。Hello， 大家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很特别，我有荣幸来到台南上叶牧师他们的野生上帝的 podcast， 所以不是我们平常的美乐蒂家庭 podcast， 今天是我被采访 ，which I think is really cool， 就觉得大家可能会对这个内容蛮有兴趣的，所以就谢谢叶牧师让我也可以分享这一集在我的频道上。那平常他们也有他们的 podcast， 大家可以去听野生上帝，连结在下面。So hope you enjoy today's podcast。好，非常欢迎那个 Melody 来到我们当中哈。我们是那个野生上帝哈，这个 podcast 这个继续这个专辑哈。那我觉得哈，就是今天通常是你 interview 别人对不对？今天让我来采访你哈。那其实我们认识 Melody 蛮久了哈，就是大概已经从你14岁的时候，就一个小女孩，就是很有才华。好像在那个教会啊舞台上就跑来跑去这样子那一下子他说哇，已经现在是创作歌手，然后也是 podcast 不是 podcast， 是那个 YouTuber yes yeah 所以我觉得哇，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虽然说我们就看着你长大，但是其实里面的那个心路历程啊，跟整个的那个成长过程，然后看到你跟你父母亲的互动，我觉得哇，你是一个很好采访的人。I'm glad you think so 因为我发觉说你是一个很会懂得表达自己的人。那其实就是在一般的人，台湾人其实不那么容易表达自己。可是我觉得，因为我现在比较在专注在一个就是艺术山头这个部分就是在艺术的这个领域里面，突然觉得说哇，艺术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然后我就不知道我要把你归纳成为媒体人呢，还是艺术人呢？你怎么定义你自己？是不一样的所以有媒体山头，还有艺术山头。文化、艺术、媒体，其实三个很难区分。对，我觉得很难区分，因为艺术你还是需要借着媒体去传达啦。但是媒体有时候不太艺术，所以可能媒体对我来讲比较是工具 ，right？ 但是艺术就是那个内容，那个我要传达的内容。所以我觉得好像这个艺术对你来讲，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个很 nature 的事情，对不对了？你好像一直从小就开始在作曲嘛，对不对？作曲、作词什么都来就是从12岁啦，就是我们家有那个爸爸恐怖分子的见证，就是他做了那个梦之后跟我道歉，我就开始创作，所以从此就没有再停止啦。所以就一直写了这20年的歌曲。所以我想问你那个你觉得那个你创作里面你最大的那个 momentum 那个动力是什么？是什么 drive 你要一直觉得想这样创作？因为它是不容易的一条路，不是吗？其实应该是有2种动力了，一个是 intrinsic，就是出于我自己内心的动力。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我觉得作为艺术人，你还是也希望人家可以听到你的歌曲，那这就是外在的动力。所以我觉得内在的动力就是像我说媒体或者艺术，它是一种工具，想要表达我自己的内心的声音。所以我觉得可能我这个人本来就是 I feel a lot， 我有很多的感触或者想法吧。然后这是我希望可以释放出去的。其实我觉得一个很有趣的是，我觉得我小的时候，我是小朋友的时候，我其实不是很善于表达自己。常常我爸爸妈妈都会跟我说，你知道你小的时候就是个小气包子，然后每次我讲不出来我的感情感触，我就要弟弟帮我翻译，就是弟弟somehow他就可以懂我要讲的话，然后他就会告诉爸爸妈妈，这是姐姐的意思，但是我讲不出来，所以我觉得这就很有趣，变成我现在是专门好像在表达自己的一个人。其实我小的时候是
不会表达，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可能从小感觉很压制吧。你们姐弟也太可爱了吧！因为我弟弟 EQ 比较高，所以他就很会懂得人，you know，或者是我磨练了他，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不过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在情绪上、情感上，我从小感觉比较压抑。maybe， 所以变成现在我大了，我就很丰富，然后就很想要把所有里面的表达出来。那这是一嘛？那二可能就是其实也是希望我的歌曲是可以让人共鸣的，就是他们听了也有同样，或者他们本来就有同样的感触，然后他们终于觉得哇，有人懂得我的心声，或者就是可以表达出来一个感觉。好，我想先停在这里。我想再问你说。其实艺术会不会就是其实是一种表达？那你因为你是一个很丰富的人，只是你没有找到一个 right tool， 就是一个对的工具去表达它。而且就是说，刚好你的，就说你这个人的特质，好像就是在音乐性这个区块，好像是最快的、最早的。所以你可以说上帝就用你这个区块去或者是说你就是可以用这方式来表达你里面的情感。可以这样讲吗？我觉得音乐其实是后面一点，因为像我说12岁的时候才这一块才被恢复，但那之前其实在学校写作一直都是我 number one， like 所以其实 composition 跟 writing 一直都是我的强项啦，所以我音乐还没有被恢复之前，我都是还蛮喜欢写，所以那时候我跟我朋友，我们都还有试着写小说啊，就是一起什么，然后我很喜欢写 essay，你知道吗？就是我是喜欢写作的人，所以可能然后到后面就是只是配音乐，然后加上旋律就更圆满。但是其实我一直都是很喜欢借着文字或者写作去表达我里面的想法。所以有其中一个 drive， 就是其中的一个动力，就是你要去表达，表达你里面的情感，表达你是谁，是这样子吗？ I don't know， 我觉得一部分是我自己是谁，一部分是我觉得宇宙的奥秘，like， 就是我觉得其实很多东西，我觉得生命或者我自己的一些经历是很复杂，可能这就是因为我从小就觉得我自己很复杂，所以我就想要让这个复杂简单化，所以我要借着用写作或者创作，让这件宇宙的奥秘变成是可以吸收的，让我自己也可以吸收，所以我不会发疯。你知道，就是我会觉得我需要借着什么方式让它变得更美。对，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节目其实它叫做野生上帝。那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野生上帝的意思是什么？野生是 like wild。野生其实对，不是，它是台湾的一个好像比较一个流行用语。讲的就是说，比如说一个明星他在路上被碰到了被遇见了，可能他在餐厅里面被遇见了，然后我们就说这个某某某这个某某明星，我捕捉到这个某某的野生明星，好像人家在抓宝可梦一样，那个他抓到他了这样子，就野生的。然后因为上帝很喜欢参与在我们人生的每个阶段跟就是生活的每一个过程。那我们就觉得说，其实上帝不是舞台的上帝而已，他其实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层次。那今天我觉得我想采访 Melody 就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想知道一个创作人，其中一部分上帝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他扮演什么角色。因为每个人特质不一样，艺术人有很多种，但像你这样的艺术人然后一个创作者，那上帝扮演什么角色？这是我今天的一个其中主要的主题啦。所以但是我们还是要就是我觉得要稍微了解一下你起初的特质，你为什么会想要创作？因为很多人其实他的那种艺术特质其实是不太一样，有些人是他想表达是因为他想表达情感，有些人他想表达是因为他想 perform， 因为像演员啊，他很需要被看见，对，所以想说你的那个 drive 是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我还是把自己看成比较是一个创作者，所以像有些人的确像你说他是表演者，就是可能他可以唱别人的歌，然后他只是需要一个舞台唱，但我其实对我来讲那个舞台还比较不是我的重点，就是我是希望
创作，就是我要写出神放在我里面独特的那一块，我想表达它。So I would say 我的动机或我的就是比较是在创作的部分。因为我觉得创作就是很妙的一个东西 ，you know， 就是你好像是从无变成有，然后是本来完全没有这一块，然后只有你能够表达这个东西，你把它表达的出来，然后是创作出来从未听见过的旋律啊，甚至歌词。但 of course 很多东西是不会完全没有听过的，因为我们都是 we're inspired by each other, right？ 所以我也是被很多过去的人听过，然后他们激发我 whatever。但是还是有一个东西是就是我的，就是很独特的。我就觉得这个是很妙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这是我想要参与的部分比较多啦。但当然我也是喜欢唱歌啦，但不是那个对我来讲不是重点。所以我觉得因为很多人对于创作啊、艺术这块都有一个神秘的面纱他们就是觉得说这个事情好像好难好像很不容易然后可是我记得有一次你有一次来台南，你有来教导、那个 workshop， 对，可是你只讲一句话，我觉得你还记得吗？我应该来参加整堂才对因为你讲一句话，我记得好几年什么话？我记得我的印象是说你创作出来，你说你做出来的东西，你不要急着去改它。好，那我发觉说，这太好了，因为我们其实都有完美主义，就觉得我如果想到我做的东西要给人家听或者给人家看见，那我就要做个完美的，所以我一直好像有个东西盯着我们，然后就一直修改。对，但是你好像那一次给我们一个看见，就是说，其实你不要去改它，你留着它，你就是继续、something like this。应该是说 like 就是创作的过程有很多步骤啦，就是我觉得可能 you know 在教育的系统里面，我们有时候变成太快就跳到这个修改的步骤，其实修改还是一个步骤啦，也是很重要，但是就跳过了创作的步骤，就是创作那部分是 number one 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你要先让自己就是毫无保留 you know 先抛废 like everything 都先倾倒出来，然后第二步才是修改。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只是太早跳过去就直接进到修改，所以我那时候我记得，因为我每次带创作的工作坊，我都会请大家做这样子的操练，就是可能5分钟或10分钟写一篇，然后你就是把你想写的东西都写，但是唯一的规则就是你不能停下来，然后你不能去修改。这就是一个操练，就是让你自己就是一直出，然后像我写歌的时候，我也是这样，我就是可能写好几页，然后之后我真的要去写歌词的时候，我再去挑选，我再去修改，我再去花这个时间这个工作。但是前面创作，真正创作是一定要毫无保留如果你已经有很多的框架加很多的红线，这不太是像创作感觉啦。哇，我们这个录音很有价值就这一句话记得就好了对啊，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很多人对于创作他有一种惧怕那我想问一下因为你觉得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行创作这件事情，还是一定要是艺术家还是怎么样，一定要很有才华才可以做呢？没有，我觉得创作 maybe 创作就是比艺术更广的一个范围啦 right、但是 you know 创世纪1章或是1章吗？ well God created 第1节1章1节God created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所以我们的上帝就是一个创作家，然后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被造的，所以我们呢也就是等于是创作的，就是神的创作那 DNA 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创作。但创作当然就是很多元 right？ 所以一个是艺术，可能创作其实我自己觉得创作是什么，就是你从很混乱的里面 chaos 你能够找出那个美德，你能够找出那个那个方法，一个解决或者一个意象 whatever， 就是你要从本来是你 know 那个第1节幽暗遮盖 right， 就是幽暗遮盖大地是不是？还是我忘了，就是 God created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in the beginning， 就是
然后神的地是空虚混沌，地是空虚混沌，所以我们生活里面还在一个 chaos， 就是一个混乱当中，一个黑暗不明朗的情况里面，对，在这种的里面，突然神就创作，然后就出来了，哇，非常美丽的，然后有顺序的次序出来了，次序出来了。我觉得创作就是这个，就是其实，在生命里面，我们常常需要有创意。那创意是什么？就是当你觉得很混乱的时候，你有一个创意出来，可以解决。所以我们很需要创意去帮我们解决很多的问题。说要有光就有光，那光来了，创意来了。其实开始有一个看见在里面，很多方面需要有创意的。哇，那可不可以说，那个光其实就是创意，是不是就是一个看见进来的，或者一个听见，或者一个看见，是过去没有，我没有这样想过，这个光进来，对，要能够跳脱，就是这个混乱，你要能够跳脱，然后看到，可能有更高的，或更美的，或更有顺序的 ，whatever。我觉得太可惜了，你已经要去美国了。我们怎么这么久才知道要怎么使用你呢？要怎么使用我？我还在这里了。没有，其实我去美国的那个被延迟了啦，可能会再多留1-2个月。所以我们还有机会再采访你一次就对了。也许可以再约。你延到什么时候啊？6-7月吧。6-7月。对我讲是好消息，不知道对你来讲是不是好消息，我不知道。看神的带领，其实我是很弹性的啦。其实我最近也在学这个功课，就是我可以有我的计划，做计划不是不好，但是我一定要随时能够让计划被改变，因为我实在是太多次，神就告诉我 ，you know like， 就是最近神在教我，就是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and I'm like OK， 我做计划，但是神你要随时调整也 OK 啦。哇，所以呢，真正的那个创作者你也要顺在他的创作里面。这真的也是，因为你不知道艺术，我就记得有我读过什么书里面，他说艺术就好像 or creativity inspiration 那个激发就好像一个。它不是基督徒的书所以它好像一个 spirit 或者一个 fairy，它一来的时候你一定要捕捉它，反而它or else它可能就飞走了，它就不见了。所以那个来的时候，床上跳起来，赶快抄下来，你不要继续睡觉，对不对？就是要这样，或者马上把它录下来，就用手机简单的录下来，或者抄一下。所以你是不是一个蛮自律的人？self discipline 就是你可以真的。把它当做很重要的事情来做，而不是继续睡啊！哎呀 ，Oh no， 这个就让它过去吧。没有，我是非常适合，就是，actually 我这几周我每天早上都是like 5点半6点起来去跑步。我算是蛮自律的人，就是如果特别是如果有 inspiration，那个就感觉像我 blood in my body，right？ 就是让我很兴奋的事情，我躺不下来的。如果是真的有那个 inspiration 的话，我曾经看到一本书他这样讲他说，其实创作呢，它本身其实它并不是说靠着那个创意或者是亮光。他说你就是 do it， 你就是 keep doing， exactly。他说你持续的去做，然后创作才会来。而不要去寻找那个亮光啊 idea 啊，他说你就是做这样子，那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创意大师。我可能有读那本书，or at least 我有读一本书，它叫 The War of Art， 然后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书，它里面就是教艺术家，就是你要改变你对艺术的想法，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就像你说 like，可能是90%的 inspiration，but actually it's可能10%的 inspiration， 90%的 work。所以其实你要把你自己当成一个 professional， 就是 professional 是什么？就是即使你没有感觉的时候，你还是要去上班，就是你还是要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所以艺术常常也是这样，就是你就是要强迫你自己，在你没有感觉的时候，你就是要去做它。And 我觉得这也是常常是我的感觉 ，because inspiration 很难说。那其实我有很多歌，也就是因为我就是必须要写，可能是因为我要交出来，或者有人叫我在这时候马上隔天就要用，或者晚上就要用。
其实黑秀美我最红的一首歌就是这样子写出来的。那天是青年学校 Martina 牧师他就讲了雅各书1章5节这个经文，然后他说 Melody， 我知道你很喜欢这个经文，那今天晚上你有没有可能你就写出来一个会后追求歌？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好像中文里面找不到这样子比较适合的会后追求歌，你要不要试着写一下？他是早上聚会完告诉我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花了下午的时间，我就把黑秀美挤出来，然后就是大家吃饭的时候，我跟敬拜团队练，晚上就唱。然后那天晚上就大家就唱，然后就看到很多人就很感动就哭，我就觉得这首歌真的还蛮有趣，就是我花最短时间写出来的，确实变成现在大家最受欢迎的歌。有时候就是这样yeah. 这中文叫做无心插柳就是说你是不是刻意去做这件事，但是被要求了。对，所以我觉得不要太去依赖什么激发或者有时候就是一点压力是好的，然后你就是要强迫你自己。所以艺术家其实需要被逼迫一下，我觉得需要我们也很乐意当你的逼迫者。好的，I welcome it， 我喜欢被挑战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有某种压力之下，对于创作有时候不是坏处，反而是好的。No， 是啊，是好的。我看到那些什么不管漫画家什么，我觉得哇天哪，他们的工作量真大。到底怎么样在那么大的工作量又要挤出那么多的灵感？对。可是他们已经找到那种平衡了其实这就是创意啊，因为创意就是要在你真的无法或者没有的时候，你就需要想到有创意的解决方式，right？如果所有事情都太安逸或者太丰富，然后资源太过 ，it's like 其实你就不用创意了。其实真正需要有创意，就是因为它在一个缺乏的里面。那你在这时候需要很有创意，你要怎么使用你有的资源？你要跳脱那个框框，这才是真正创意，我觉得。那我想问你就是说在你这个你已经是一个很 typical 的一个创作人不管在制作影片啊，在创作歌曲发觉说你的量都是蛮大的。那在问你的这种创作的灵感这么大量的情况之前，我想问你你觉得上帝的角色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有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扮演的角色？还有就是说你一开始创作的时候，你说10几岁的时候跟你的神的关系是什么？他在你创作的过程他扮演什么？哇，这个问题好长你就整理一下就是我先想到我小时候啦，就是我刚开始就是在音乐这一块被恢复，因为我觉得我是怎么在音乐这一块被恢复的原因跟后来我走的这条路是很有关系嘛，因为神是恢复了我跟爸爸的关系，我才开始创作，所以神一直都是非常关键的角色，所以我一开始创作的歌曲都是诗歌就是我觉得我从小就是因为我在教会长大，然后我算是也是一个很单纯的人，那可能也是就是神就是把一种敬拜的心放在我里面，所以我刚开始创作的歌曲都是诗歌，然后就是我自己对神表达我的爱还有我的真神等等等，英文诗歌啦然后但是 of course 到后面也会经历一些青少年的 phase， 然后也有写一些情歌或者是 whatever， 就是一直都在表达我自己的过程。But for the most part， 我觉得一直都是还是我表达，就是表达就是我的心声所以有时候就是对神的一个感恩，然后就是对神的一个启示。我都不知道你有写过情歌有吗？有我还出过单恋情歌的专辑。是哪一首？搞不好我听起来我以为你在唱诗歌。I mean 有一首歌叫 Can't Get Over You， 是英文的啦，所以可能你没有去听呀。你要不要哼一段来听听看？ I just can't get over， 我忘了怎么唱。How much I need you, how much I want you, how much I care。 有听过。
可我不知道它是情歌。Yeah, 我觉得 can't get over you 啊我觉得很多人不是都对耶稣唱这些歌吗？耶稣 I can't get over you I miss you 以前我们的教会不都常常就是有点分不太清楚到底是情歌还是诗歌吗？就像那首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其实它也是有一点是像对上帝，但其实也是已经起鸡皮疙瘩了哇我想大家可能会想继续听下去哈，不过我们还是继续采访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上帝在这个你的创作的过程当中哈，就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好吧，就是说你觉得在这种应该说你的 talent、你的恩赐啊，或者是你的这方面的创作的能力啊，你觉得上帝扮演什么角色吗？其实我觉得在认识神的过程里面，其实我觉得作为艺术家不是 so much 那个 talent，但是我觉得常常神在教我的功课是更在品格方面的功课 like persistence， 就是不要放弃，因为我觉得作为艺术家，可能你就是神赋予你的就是神的恩典 you know 你有或者你没有，但这可能是当然是可以培养的，是可以改变，是可以进步的，不过更容易让人绊倒的，或者可能会让人想要半途放弃的，我觉得还是品格上面的一些就是你愿不愿意继续坚持下去。所以这是在我作为艺术人过程里面，我常常比较多需要克服的，并不是我觉得我不够，其实我觉得我是还有很多歌希望可以写出来，我觉得神赐给我的是丰富 like I believe it， 但是有时候不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或者无法，是因为我觉得好像没有看到。所以你觉得神给你的是丰富，还是神给你的是品格要你坚持？ Yeah，就是我觉得神比较 care 的啦，就是他真的还是比较想要雕塑的，不是只是我很会唱歌或者很会写歌，我觉得他一直在雕塑我的就是我的品格，就是我要坚持我的信实，我的信心，还有 also 我对人的爱心，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还是神比较一直在雕塑。那这方面可能如果我更坚强的话，其实我相信我的艺术也就会跟着进步，因为我就会至少不会放弃它you know， 就是如果我品格不好，其实我觉得作为艺术家也坚持的不太久啦，没办法坚持到很久，因为我半途就会放弃。这听起来很有意思哈，就我觉得好像就是说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嘛哈，好，他是那个我们英文不是叫他是那个craftman， 然后我们就是他的手中的那个工嘛，其实我们就是他的艺术品，所以这个事情很特别哦。你本身又是创作者，但上帝是创作你生命，他是你生命的雕塑者，那你会觉得哇，神是我的雕塑我的生命，然后我自己又在创作，你觉得这个互相的关联是什么呢？对你来讲，我觉得是很酷啊，就像我知道。一个歌或者我在创作的东西，其实它就是会有很多版本 right like，然后可能一开始我觉得这样就好了，然后我就给我妈妈听，她说我觉得可以更好，那 I'm like OK， 然后再继续改，所以我觉得我们人真的就是 like always can be better 很多进步的空间，但是就不能坚持太多东西，就是像我的歌里面有时候我就是不能坚持，就是一定要这个旋律或者一定要这个歌词，因为可能我后来就会发现还好我改了，或还好怎么样，就是那我觉得我们生命里面就是我在学习放手，就是让神来做，因为可能我以为这样子就够了，这样子就好了，但神说还可以更好 you know， 就一直在雕塑，一直在so 我发觉你是一个蛮务实的人务实因为我们很务实就是说很 practical， 就是 practical， 因为很多人其实就是说艺术家就是好像飘在空中，可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好像常常在讲说怎么做，怎么解决问题，怎么样的做得更好，其实你都在讲做法，我觉得你这个艺术家有点特别。我觉得我的确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艺术家，因为就像你之前也有提到我的
就是我的那个 discipline。Yeah. I think I am 比一般的艺术家更 disciplined 一点。也许是因为我在家教育，就是我从小在家教育，我必须要自己读很多书啊，然后自己拍我的功课表 whatever。不，我可能也就是个性啊，所以就是个性上，我本来或者做大姐姐，我要管弟弟 ，I don't know， 然后管自己。那你觉得那个人生体验，对你的创作，我相信是重要的，但是相对来讲，我觉得在我印象中，我觉得 Melody 是一个单纯的人。哎呀，我还是一个很单纯的人。然后但是我发觉说，你那个创作的那个里面的那样的一个源源不绝的那个东西，还是蛮强烈的。所以你可不可以稍微解释一下，是不是一定要因为很多人都是要让自己去，好像经历到很多痛苦才有那个创作的动力。但是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是这样子？我觉得我还是很单纯，但是我的单纯是说，我不是单调，就是我是很丰富。yes. 但是我的单纯让我可以很直接的把我里面的丰富表达出来。像我觉得有些人他们太复杂到他们没办法表达出来他们里面的东西，因为太杂或者太混乱。但是我的单纯是让我可以把我里面的丰富东西就是说出来，觉得很直接啦。因为我很自然 ，I don't know， 我反正就是我会觉得没有任何的框架，所以 it is what it is，you know。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单纯就变成是一个advantage， 是一个优点。因为我就不会像很多人可能想太多，可能其实他有很多可以表达，但是因为他太多 you know 需要克服的东西，所以没办法出不来或者卡住了。是的。所以我觉得我是觉得我是很单纯，但是不等于单调，就是 I do have a lot。那我觉得，那我可能要鼓励年轻人，就是他会觉得，那我是不是需要去经历更多，我才会有更多的创意？No， 因为你里面有的丰富是出于神。我觉得，我觉得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所以我们里面的丰富，那个创意是出于神。其实我是很多生命世界上的经历我都没有过 ，you know，但是我不会觉得以至于我就变成一个更单调的人。Actually， 我觉得变成我里面的那个创意是更纯，然后是更可以表达出来，不会被很多东西埋没。right， 所以我觉得要有点分辨，就是你去那么多的经历，其实它是真的在加分吗？还是有可能它只是更多埋没神放在你里面那个很纯的东西？当你在这样分享的时候，我感觉好像是一个你要把一个灯光打出来，透过一面镜子。如果那个透镜如果是越干净的话，那光其实是更 bright， 就是更亮、更清晰的，而且它打出来的影像是更清楚的。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也不错哈，就是说，或许很多人哈，就是包括创作的人，能够健康是一件好事。我觉得能够单纯健康，其实他的表达是更清晰的。我相信大家都是会经历痛苦，也会经历开心，有盼望，还有失望，对啊，或者是被批评、被论断，或者被抛弃的感觉，我们都有这种感受，一定会的。对，但是我觉得 pure 的人，他是很干净的把这个东西表达出来，然后我觉得其实如果他是干净的把它表达出来的时候，即使是安慰或者在忧伤当中，它带出来的，它不是一个负面的能量。我听了 Melody， 我觉得你创作的诗歌啊，或者你其实也有些不叫做，我也不把它叫做诗歌，我觉得就是一个创作。但是大部分呢都是有一个正能量在那地方。even 就是 cry out， 一个 cry out， 或者甚至是一个情感的表达。我觉得那个你的声音很干净。所以我其实我没有在推崇你，也没有在打广告，但是有几次我就是觉得，哎呀，这个时候要听什么歌呢？就不知不觉的听了 Melody 的歌这样子，就很耐听，然后或者是有时候听了这个诗歌之后，我讲诗歌，你看我有框架，听了你的歌之后，就是觉得
好像就变得很自由、很轻松，所以单纯其实是另外一种优势。我觉得，如果这个世界已经那么多伤害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单纯是一件好事。Yeah, I mean， 我也在学习感恩啦，因为可能最近其实我自己也还是在想这件事情，是不是我也会有一些遗憾呢？其实我没有那么多的经历，有时候也会想到这一方面，就是会不会遗憾？但是我觉得最终我还是很感谢神的保守呀，因为的确我生命跟很多人不太一样，我在家教育，所以我没有去公立学校，就是高中是在家教育，然后大学也没去上，就直接进到全时间服侍，然后后来就一直都在教会或者事工的里面。So I mean， 我不是觉得每一个人要像我一样，但是我觉得我就是要学习感恩神赐给我的环境。有人最近寄了你的影片，还是不知道是你寄的还是什么，我就看到你跟你父母，你在表达你的遗憾，对，后来你还哭了这样子。yeah. 然后对，是丁丁传给我的，那丁丁很感动，因为他是年轻人，他对你很同感。那我说啊，他这个算是挫折吗？对我来讲，说这个好像不算，因为以我的年纪，我的经历，我觉得不算。但是我又里面又感觉到说，Melody 好可爱哦，他可以这么直接的表达他的情感，然后因为可能我认识你，我觉得就看着觉得这个人呢好可爱，其实你的性格跟爸爸有点像，对。然后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国瑞，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叫做拿蛋叶他有那个拿蛋叶的特质，心里没有诡诈，对，所以我跟他在一起很舒服，所以我觉得跟你就说你常常表达你是一个难相处的人，然后国瑞表达他是个难相处的人，但是我跟他相处是舒服的，我跟你们这种就是说很直接的人是相处是单纯的，对吧？就是舒服，而且单纯，而且舒服。所以你妈妈其实是跟大家都很相处得很好，对。可是我更喜欢跟像你爸爸这样的人相处，这个是很 surprise， 就是很奇怪。有时候我喜欢一些不太喜欢我的人，你这样讲，爸爸还是很喜欢你啦。我不是说你爸爸，我是说还有一些人，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可能对我有一些想法，但是我已经看到他的特质的时候，我已经喜欢上他了。因为你知道我们骗不了，就是我们假装不了啦，right？ 就是 it is what it is， 就是我们对就很诚实这样。会不会因为我也是个单纯的人，所以我喜欢单纯的？其实我觉得是我昨天才在跟我朋友说，就是我好像也比较适合跟很单纯的人，就是 frequency 一样 ，you know， 就是我们就很直来直往这样。对，我其实没有那么直接。OK， 我在学习就是怎么样把这个透镜擦亮一点，让表达可以很直接很顺。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有时候伤害的经历很多，说这讲话出来会不会又在受伤那种感觉，想很多，呀。所以我觉得 Melody 很勇敢，其实他不用去想别人怎么想，他就可以在这个YouTube 上面，就是在镜头面前就是表达你的情感，你也可以对着镜头哭。我觉得somehow 这是个自由我觉得是我 appreciate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表达，因为我觉得就是需要这种，这不是对跟错，是一种很纯净的东西。然后我看了会讲几句，但是我觉得说你这个叫做挫折吗？但是我发觉说，你给我这个机会来看到这个器皿，就是长这个样子。对。可是对，应该我采访你才对哈，但是我里面我又想到一件事，对，我觉得你知道我一个属灵父亲就是也是我的牧师，他讲一句话，他说就是 someone may but you may not，就说就是别人都可以这样做的时候，但你不行，直到有一天就是
别人都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神会让你可以来执行这件事。你怎么看待这句话？到目前为止我觉得非常非常共鸣 ，you know， 因为 others may, you may not， 其实他就不是讲说，他不见得是讲到对跟错的事情。It's not like 对跟不是 ，It's just like may， 就是可能其实这件事情不是不好，但是就是神在这个时候没有要你去做。那就其实我生命感觉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you know like，感觉大家哇，朋友们或者我同年龄的人都在做好多好玩的事情，然后他们经历丰富啊、广度啊 whatever， 然后我就是一直都是乖乖在教会服侍。so it feels like that， 不是说他们好像在做的事情是不好，也不是不好，其实也是都是很好 like， 然后可能也真的就是很加分，然后让他们生命很丰富，很多经历，但就是神在这时候没有要我做这些，就是这样而已。所以你是知道的。我是知道，不 actually， 但是我也必须要说，其实我生命也是还是有很多丰富经历啦。像因为我们在家教育，所以爸爸妈妈就可以带着我跟弟弟跟他们去短宣，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就去像日本很多次啊，韩国啊，大陆就是去短宣。我们觉得你很丰富啊，所以其实也是很丰富 ，right？ 但我们就很容易会跟别人比较，可能我会觉得大学是一个很大的经历，然后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所以我觉得就是。Others may, you may not. 但就像你说，可能 at this time is others may not, but you may. 所以我觉得反正我就在学习啦，就是神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那就像我们有提到，我即将也要去美国嘛，我要去东岸。Yes. 那 maybe 在这个 season 就是 I may， 就是也许时间到了，也许我现在就可以是真的出去走走，可能神就觉得。我预备好了 ，right？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是时间的问题，不是事情好跟坏，但是就是要看神的带领啦，不要勉强一些事情，就是我就是要这样，我就是坚持要这样 ，yeah。所以看来好像是你就是 Melody 从一个就是对于一些事情有一些期待，或者是说你刚才怎么形容那个是期待吗？还是说你希望你能够更丰富的经历人生 ？Yeah, I think 比较是第二个，就像那个 video 里面我讲到说，I feel like I have a call to adventure。那我觉得就是不知道是冒险还是就是很希望。你讲遗憾这个字，遗憾这个字，对我就觉得好像你一直把那个遗憾这个字有点 outstanding 出来 ，Yeah， 好像。因为遗憾通常是说有些事情我觉得我应该去经历的我没有经历到，或者我应该去做的我没有做到。对，但其实我觉得我想表达的是，我里面可能其实是神放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其实是一个呼召，就是神要我们每一个人活出那份精彩。那我就会觉得我里面还在可想。一个更丰富的人生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我怎么去形容，但是 I just feel like there's more, right？ 就是我是希望可以是像你说更丰富去经历人生吧，所以可能我里面还是想要看更多世界 you know， 去更多国家或者做更多事 like 你会不会想到其实有些人其实还蛮羡慕你的？有啊，我爸妈一直这样讲他们会不会想说我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多伤害，我就可以就是比较走一条比较 simple 的道路，Yeah， 或者你是不是你要变成你要接受说，神就是用一个很单纯的方式在保护我。有啊，我觉得真的是个保护，因为以我性格来说，我这个人如果我真的是像别人去经历很多 you know 大学公立学校，我觉得我现在完全不会是我这个样子，没错啊，因为我知道，我完全知道我是非常悖逆的一个人，我很难搞，真的吗？我父母亲我都已经环境那么好了，我们都会觉得你好乖哦，你可以做这么多事情，真是乖得不得了。没有，真的受不了的就是我爸妈，就是我环境已经那么好，我还是能够就是很难搞 you know， 就是所以你能够想象，如果我真的今天环境不好，就是我说如果我今天我受到别人的压力，同侪的压力，我一定是会就坠落的，就是 I think 我一定是会完全灭亡的 ，like I just think so， 因为我是完全
然后我其实很容易吸收我环境，或许说应该说会受很多伤吧，一定是的，一定是的，或者会受到一个很巨大的伤害，也不一定是。其实你父母跟上帝都不希望你去经历的。一定所以我还是感谢啊，真的很感谢。我觉得如果在年轻的时候 you know 去做很多这些事情 like 我觉得我应该是走不出来，但 maybe 神就是在等我要 you know 长大成熟。而且你现在我觉得很特别，你很多事情你是知道的，你知道，好像你比如说你刚才讲感恩，我发觉说其实你都很清楚。那包括你性格，你说我有悖逆，我觉得你也很清楚。所以这个事情你会不会觉得很矛盾？就是说，其实你好像你有一个想法，或者是说，因为我的训练过程，我就是想说，这个是一个肉体的力量，对不对？可以这么讲吗？可是你又知道应该这样子，可是有一个肉体的力量是这样子。那这个挣扎当中，或者甚至在你创作的过程当中，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有提到，就是我很喜欢写作嘛，所以像到现在我还是很好的一个习惯，就是写日记。其实我常常就是因为我感觉很多的冲击，你还可以写日记啊 ？Yeah， 我写很多日记。哇，你真的很 discipline 没有，因为 I have to，you know， 因为就像我说 ，I feel 我里面很多冲击，像你提到，其实有时候我又很想要这样，但又不行这样，又有这个想法 ，like 我很多冲击在里面，所以如果我不写日记，我自己会觉得我会。就是里面会混乱到一个地步，我可能会发疯。You know, so like I have to make myself， 我必须要坐下来好好整理。所以歌曲其实创作也是从这一块出来的啦。就是我整理到一个地步，有时候就会写出一首歌。所以这个冲突还是有好处的。对，就是，但是我要花那时间去整理我的想法，所以我才今天能够坐在这里说，我必须感恩，或者我必须怎么样，因为我整理我有花那时间去 like 去了解我自己里面的想法，然后试图去认识我自己啦。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他过人生，他其实没有回去好好去看、去观察，到底在哪里出错，或者我这个人我要的是什么，我是谁，或怎么样。我觉得我至少一个好处就是，第一个，我旁边的人，我爸爸妈妈是很爱我，然后会对我说诚实话 ，OK， 他们会很乐意跟我说诚实话，就是 Melody， 你其实不是你所想象的。对，你知道我们真的我们很羡慕你，就是其中一点就是你有这样的父母，可以跟你 talk， 还可以跟你录这个 YouTube， 这个录那么多什么美乐蒂家庭，我觉得。对啊，天哪，这是很多家庭做不到的。因为他们愿意跟我讲，然后第二是我愿意听。Right，那我觉得这是第二个重点，就是因为我愿意去听，那我愿意再去想。光这个愿意讲，光是你们可以聊天，你们可以对谈，这都是我们很多台湾或者华人的世界里面是很羡慕的。是羡慕呀。我们几乎有时候根本没有机会跟父母谈，你知道吗？光这个谈都是觉得很奢侈的事情。对。其实我们是走过来的啦，以前我们应该也没办法这样子。我从 3年半前回到台湾之后，我们也是可能有半年的时间是非常紧张，因为我已经可能5、6、7年没有住在家了。然后我就回到台湾，要跟他们住在一起，然后一直相处。其实我们有一段时间是很紧张，然后吵好多架，然后必须要好好坐下来去讨论到底在哪里出错，或者你的真正的想法是什么？是来自于什么小的时候的经历吗？然后我就要去想，然后有一点像内在医治 you know， 然后刚好他们是牧师，所以他们就有一点带我做内在医治，然后我也要把曾经我觉得他们伤害我过的话对他们讲。这笔账要算清楚，这样子。kind of， 但很感谢神，他们真的是很谦卑的父母亲，所以他们也就会愿意听啊。然后我们就走过来了，然后就好几次这样子。你父母真的算很谦卑，真的。好，我是觉得你们的对谈真的是蛮有意思的。这个过程就是不是经过排演的，我可以证明他们到镜头上面都是真真实实的。没有排演，就是长这个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容许我这样讲，我觉得
上帝创造你真的是一个美丽的 creature 哈，就是而且好像一直在这个合作当中哦，你本身是个创作者，但是我觉得上帝是一个更厉害的创作者，他把你造成这样，到今天我觉得哇哦 ，so good， 感谢主啊，感谢主。Yeah，learning to appreciate the process， 因为对我来讲，我还在过程里面，可能当然大家。从外面看进来会觉得哇哦，对。For me, a lot of things are still in process， 还是在施工中。但是我也在学习，就是相信神的带领。其实我还有蛮多问题想要来采访你，问你突然觉得说这个话题实在是聊不完真的是很丰富。是。那有没有想说问一下你？给一些就是因为我最近都是在那个艺术协会、艺术山头的在服侍那有没有给一些在创作或在艺术当中这群人他们是敏锐度很高的，他们是非常在很多的知觉上面是比较 sensitive 的。那你有没有对他们一些鼓励啊，或者是有一些话，或者对于创作的过程，或者是这样的有一些话语对他们讲？特别是因为他们是创作者比较敏感的嘛也不是完全都是，我发觉说也有分，但是比较偏大多数是这样子的。其实我觉得我也蛮矛盾，就是因为我很长的时间都觉得我非常不敏感，就像你说like 我很容易或者我跟我爸爸比较像嘛，我们都比较容易可能不小心冒犯人啊，或者讲错话啊怎么样，但是我也是最近才发现其实是因为我是非常高敏感的孩子，我从小就是很高敏感，所以我说我很多话都表达的不出来，一个就太丰富了 you know， 所以我就矛盾在这里，我到底是敏感还是不敏感可能或许有某些部分敏感，某些部分不敏感，对自己很敏感，对别人就很不敏感， yes 好像活在自己世界里面可能就有很多艺术人就很多艺术人自我中心的也都是比较强的人其实就对自己的想法很敏感，对，然后对别人的都没有那个丰富，没有那个敏感也表达不出来所以我觉得没有，我唯一能够说的就是 I get it 我可以共鸣，我了解这个的痛苦吧，但是不要觉得失望，you know， 我觉得就是神都可以使用，就是每一个人真的就是都不一样，那这是 good thing， 也不能每一个人都跟我们一样那么高敏感，如果全世界都是很高敏感的人，那就受不了 you know 但是就还是要有几位是像我们这样比较高敏感的，就是我们就可以带出来很丰富很情绪丰富然后美丽美德的一些艺术品 right，所以我自己在学习就是 appreciate everyone appreciate myself， 我也要学习感恩神，你创造我就是这个样子，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可能我永远没办法就像我妈妈一样比我更单纯，好像其实我妈妈就是那种可以不要有任何想法 you know， 就是他就 go with the flow， 大家好就好，我好像就是没办法 you know， 我就是必须要表达我自己，我也没办法 OK 我永远没办法像张伟一样很少人能够像我妈妈那么的我觉得这个人怎么可以活得这个样子I know 我妈妈完全就是大家就是 peaceful 就好，对啊，在他身上闻不到任何有苦毒啊抱怨的味道，我觉得这个人就是这样子，我觉得跟你还真难沟通因为他总是那么 positive， 我觉得 very positive 哇哦，对所以一定要有像他这样子的人，但不能大家都像他otherwise 就没有任何人有任何想法你知道吗？所以我真的现在就是越来越去感恩神真的就是创作每一个人就是不一样，也不是每一个艺术人都是像我因为我妈妈其实也是很有创意的嘛，她也是写歌，但是她就很可以跟别人合作，其实我也是可以，但就是合作方式不一样。Anyway 讲来讲去就是我觉得我们就是感恩神创造我们就是很独特，但是必须要有你，必须要有我，每一个人都是神创造不可少的一部分。所以刚才讲到一句话，其实你一种对自我的接纳这一块其实是蛮重要因为有时候太过于敏感太过于敏锐的人有时候
不是自省过度呢，要不然就把自己丢掉，抛弃自己。这个其实是感觉比较负面的。但我觉得听你这样讲，我觉得你Melody有个健康，不是在于你的性格本来怎么样，而是在于你能够接纳现在的你，也可以appreciate， 就是上帝用环境、用旁边的人来雕塑你。然后虽然说有一些遗憾，有一些不容易，但是我发觉说，你现在，哇，你好像那一把声音，那种对的声音，在你的心中还是很清楚的，很对。所以我觉得，你的名字叫 Melody， 然后呢，然后又是感觉是今天把一个亮的东西，亮光，在这个艺术3这个领域里面，我觉得祝福你继续发光。那我们可能还有机会，希望能够再采访你，如果你在你去美国之前。好啊，谢谢叶爸，谢谢 Melody 今天来这边跟我们分享这么宝贵的讯息，我的荣幸。